我们今天看的足球叫国际足球啊，跟我们尽管他说祖先是我们齐国人发明的，但是真的跟我们齐国那蹴鞠没多大关系了。今天的足球啊，大部分规则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整个球场的比赛的规矩一个比一个人明白啊，但是你踢的时候未必明白。那么你看的时候呢，对足球而言呢，我们最爱看的那一瞬间啊，只要是你去，不管你到现场还是你在电视机前去看现场转播，只要这个运动员带着球攻入球门之前啊，每个人都激动的会站起来啊，兴奋。但是呢，老踢不进。你比如我吧，我看球跟别人看球有点不一样，我喜欢一个人看，我不喜欢一大堆人老在那儿嘚不嘚的一通说啊。前些年呢，我还有这兴趣啊，这个不是这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就肯定我没那么大兴趣了。大概是3、4届啊，乃至4、5届以前，那就是说15、16年甚至20年以前的世界杯呢，那时候踢的时候呢，我经常一人啊，找一能播球的酒吧啊，找一张桌子犄角旮旯啊，自个儿要2瓶啤酒，在那儿边喝边看。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看这个球吧。自个儿特的兴趣，就在北京的一个很好的酒吧里去看哈，从头到尾啊，2队踢2钟头，1球没进，弄得我很沮丧。你知道你要看球哈，双方都不积极打手势的时候，再不进球，你看着就不兴奋。看球最激动的就是啊，要不然就是这个点球大赛，要不然就是这个多进球。那时候我就想，我说为什么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规则向多进球啊变成进攻性的这个足球去发展呢？你比如说，那时候我就想球门能不能设计再大点啊，再高点，让你多进球。我觉得一场好的球赛下来，当然也不能像篮球似的啊，说每一场2方都是100比102，这球也没法看。他能不能弄个每场都有10个8个进球，这样看着就比较兴奋。你像足球本来时间就长啊。你现在一场球下来，你得揉出2小时，2小时1球不进，你看着不兴奋。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够保证个5、6分钟、10来分钟能进1球。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这个规则向这方面去发展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点球大赛。我觉得点球大赛这事儿啊，就是我原来老设想能不能改良这种点球大赛啊。我作为一外行，想了好多招儿。原来我有时候在那躺在床上就突发奇想，点球12码点球，大家都知道，守门员是反应不过来的，即便你把球扑出去，也是事先判断蒙出去的啊。那么近的距离，如果球闷在脸上，那人都能打晕过去，那个力量多大呀！而且你会发现，越好的运动员，他心理压力越大，然后呢，越可能射歪了。所以点球大赛中呢，往往都不是强队啊能够占优势，老是这个劣队能够占优势，因为劣队说输就输了，强队觉得输的有点不值，所以呢，一旦有了这个压力啊，在点球大赛的时候就容易失败。那我想，能不能把这个规则改一改，让它有利于所有运动员的技法去展现？比如点球能不能改成？就是我们现在在12码，我们都知道一脚就开进去，要不然就开飞了，是吧？那我把它直接搁到中场线上，那么在这时候能看出所有优秀运动员的脚法。优秀运动员的脚法在这块会有展现，比如一个优秀运动员带着球向球门行进的时候，如果你把时间缩得很短啊，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凭我感觉，比如6秒钟，6秒钟之内你必须要射门。那么你要展现你的技法，你要迂回走，那你的时间就不够。你直接往球门扑，如果这个守门员出来扑你，那角度啊，你就没有角度再射门，那就看你的技法啊。所以我就想，如果把这些规则都改了一下，可能球赛就更加好看。我们今天的体育
本身就是向娱乐方向发展啊！你看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有大量的什么足球宝贝啊，那足球宝贝一个比一个宝贝，是吧？上来以后是给你调剂你的情绪啊，足球宝贝一定是那身条比较好的，身上就是自个儿要踢着足球上场，差不多得有撒足球的感觉，得有这种足球宝贝，是吧？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想，它本身就是带有很强的娱乐色彩。我们想哈，体育是一个竞技，足球是竞技中的竞技，它带有极强的观赏性。我们怎么能让这个观赏性能够满足更多人的欲望？我们只是啊，我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愿望，我是一外行啊，我就是瞎说，你们就那么一乐就完了，千万不要喷我。那么你们会说啊，说你这嘚不嘚说这么半天啊，说你会不会踢足球啊？哎，我告诉你，足球是个人就会啊。小孩从这么大孩子都会踢足球，你必须你拿一足球你搁那儿，他只要拿脚踢他就会。踢的会不会是一回事儿，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小时候啊，足球踢得少，为什么踢得少呢？因为我住的那个军队的大院里没足球场。最早是有的足球场，后来都被蚕食了，特别多的都是篮球场。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打篮球，当然也去踢足球。那时候踢足球叫踢野球，随便找个空场，比如大操场啊，那时候部队院里都有那超大的操场，在操场上踢球就乱踢啊，这顶多也没法画线，就是摆两个石头子儿就当门了。所以那时候踢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没有打篮球那么专业。我们小时候啊，获得一个球啊，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今天你说孩子想踢个足球、打个篮球，家长上去买一个就给你了啊。我们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家里能够专门给孩子买一个球。标准的篮球和标准的足球，在我小时候也是一笔钱。我记得当时一个标准的篮球10几块钱，足球也过10块钱。那时候很多家庭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才30块钱，30块钱要养家，怎么可能给孩子花10块钱买个球呢？我爹是军人，我爹有个特别好的战友，他是当时空军体工队的队长。我从小就管他叫叔叔啊，叔叔姓林，双木林。我说林叔就是那时候特别喜欢打球，就跟他聊，就说你们那个体工队是不是有很多球啊？他说有啊，这球很多啊，有篮球队、足球队啊。那部队那个专业的球队，那球队没数量啊。然后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厚着脸皮跟说：“林叔，你能不能给我弄一球啊？”说我们打球老没球，每次都是蹭人家的。然后我这林叔对我特好，他为什么对我特好呢？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儿子，他没儿子，他有仨闺女，所以他对我特好。然后他当时就打电话，就说：“那我听着呢。”他说：“给我弄一球啊，给我挑个新的过来。”弄过来了，结果。那时候电话跟今天电话不一样，今天电话是点对点，你给谁打就是谁接，是吧？那时候那电话呢，赶谁接就是谁接。结果接电话的人呢，是当时空军体工队足球队的队长。足球队队长呢，我要的是篮球。这个足球队队长接着电话接到领导电话，领导说你给我弄个新球来。那足球队队长理所当然的理解成足球，所以隔了大概有个1、2个礼拜吧。你看，高高兴兴的给我抱来了，扔给我一球，我一看我傻了，我本来想要一篮球，他给了我一足球，给我一足球我就有点沮丧。你知道这个，你想要的东西差一口气呀，比那东西不来还沮丧呢。所以现在就沮丧。然后结果我那林叔就跟我讲，就说：“哎，说得了，这足球就给你扔这儿，过2天我再给你弄一篮球。”这时候呢，因为送球的这人是足球的队长呢，就带着我说：“足球也好玩，我带你去吧。”然后我们就去了，到了我们那个院子里的那个大操场。过去军队院子里都有超大的操场，这操场上一定有一大舞台，这舞台是死的，不是现搭的。你看现在你做音乐会、露天的干什么，全是现搭，都是金属的，那都是砌的，拿砖头、拿水泥砌的。那舞台的高度一般情况下都有1米多高啊，然后两边有2个3、5凳的那个楼梯走上去啊，然后后面有个大影壁啊，然后他带我到那儿去踢球。这专业跟业余的区别就发现了啊！我一去看，人家真不一样。
他说：“你看我踢这球啊，那时候他送的是一新球，他踢一下我就心疼一下，你知道吗？那时候太喜欢这些东西了，你又没有机会获得，所以一旦获得一个新球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会非常强烈，就舍不得踢。他可没有舍不得，他把这球搁脚底下，第一脚对我印象深刻。”就是他这一脚踢球上啊，这球就擦着那个舞台啊，大操场上那个舞台，那个舞台有1米多高吧，这球就擦着他上沿，腾就上台上去了。我当时一开始以为他是蒙的啊，然后我又上台上把那球给踢下来，他腾又一脚又擦着那个舞台又上去了，就是控制的特别好。你要让我往舞台上踢，我也能踢上去，我就抡圆了往高处踢呗，就有点像我说的这个。唐代的球门是吧？上面没有横栏，射上去就算进球嘛。那么如果有了横栏，那对你的脚法就是有要求的。所以那个年月啊，我们去踢球，这都是我童年时候的记忆。那时候我10几岁，我现在想想，大概15岁、14、15岁的样子啊，非常小啊，也不算太小啊。我们那时候觉得14、15岁的孩子挺大的，但今天看就是初中生啊，初中生这个样子。所以在那个年月里呢，就是这么去踢球啊。这个踢球呢，也没有规则，也不可能凑成一个队伍去跟人比赛。我们那时候最愿意比赛的倒是篮球，为什么呢？篮球比较容易凑成，5个人就可以打一场，5个人就可以跟人家这个找一个对手，对方5个人、10个人就能玩一场。而且篮球相对时间也比较短啊，体力也能跟得上。足球呢，不是中国队。足球啊，踢得不行，体力不行，我们也不成。那足球奔跑起来没完没了啊，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咱体力不行啊，所以踢不赢人家。中国足球呢，今天给我们生活中呢，提供了很多乐子啊。我经常接到各种段子啊，拿中国足球开涮。我们中国足球历史上啊。咱们不要说的很久远的，像齐国历史，就是我们在民国时期，中国足球队呢，在国际上都获过很良好的成绩。那时候呢，西方各国都不行，我们行。但是几十年下来啊，不到100年，我们的足球现在踢成这个样子。一到世界杯呢，我们只有看的份儿啊，没有参与的份儿啊。前些年啊，前几届我们由于是日韩这个联合。这个办世界杯啊，人家2国呢不需要比赛，我们就蹭进去一次啊，蹭进去一次，最好的一记球就是打在这个门柱上啊，没有踢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拿着今天来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病啊。我们早晚有一天啊，中国足球呢啊，咱别说拿世界冠军啊，我说这个不够你们喷的呢。早晚有一天，中国足球能够走出去，能够参与世界杯的比赛啊！实在不行，咱跟世界杯说说啊，让它扩大点这个名额，咱怎么也能挤进去，是吧？这时候，唐代的球场就有了一个重大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汉代以前的这个足球呢，是底下有一个半圆形的啊，一个小门，里头有一坑，你把它踢进去就算赢了，你不能往上踢呀。唐代呢，好了。唐代的这个足球门的改造呢，就是它在上面有2个极高的旗杆啊，那么只要进驻这2个旗杆啊，左右不用说啊，上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上面呢是有一根横梁啊，你踢过这横梁，您球就踢飞了；你打在横梁上，你这球就踢不进去，是吧？你最好的运气就是擦着横梁斜着，给切进去，这也算脚法好。唐代的时候是没这个要求，唐代上面不限制啊。我想这传统国际足联没有采用。如果我们今天的足球上面不限制的话啊，没有上面这横梁，我估计中国队怎么也得踢几个球进去了啊。我们就抡圆了往上头踢，怎么都能踢进去。今天是因为上面有一横梁，咱就算左右都踢不进去，上面也踢不进去，所以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这上面这个横杆也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那么
这个当时踢足球不比较正规的啊，跟今天没区别，就是有个球场；不正规的就是这种野踢啊，就过去说踢野球，没有球门，所以这种叫什么呢？叫打狙。比赛时候也不限人数，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代替两脚踢球，我也不知道怎么代替，就身上上下翻飞。那么这种踢球的方法呢，他后来因为遣唐使来的日本遣唐使呢，就把这个技法这个带回了日本。到现在日本人当然他也改良，向国际足球的这个比赛规则上去靠拢，所以日本足球踢的也是很不错的。还有一种方法是叫这个替狙啊，替是跳跃的意思。那么比赛时候呢，看谁踢得高。这种踢法在唐代呢，它没传日本去，它传到了我们的邻国朝鲜啊。那时候朝鲜还是统一的啊，不像现在它是分开的。你仔细想啊，咱周圈这国家啊，日本也是跟咱学的，朝鲜也是跟咱学的哈。但咱怎么碰上他们都是克星呢？他都是咱的克星啊！早知道咱就不传给他了，不传给日本，也不传给这个韩国啊。你知道猫啊，我们那猫呢，官府猫呢，你别看它们都这样啊，在旁边啊养尊处优的，它是老虎的师傅。猫教老虎的时候，最后留了一手就是上树，所以你看老鼠不是老鼠，老虎它不上不了树啊。这个猫没有把这招教给他们。我们当年中国人啊，自己发明的这个足球，又把它传在邻国，比如这个日本啊、韩国，当时叫朝鲜嘛，传过去以后呢，啊，咱们自个儿倒是越来越弱化了。我们其实唐代的时候还是很普及，普及到什么程度呢？普及到当时女子就踢足球。唐朝有个人叫康骈啊，他写过一个《剧谈录》中呢，他专门写过这么一次，就说军队里有好多人，我刚才不是说军队他这个踢足球是训练嘛，有几个年轻的军人在那儿踢球，有一个球没传入呢，直接就飞出界了嘛，旁边有一个17、18岁的少女一伸腿把这球就稳住了，然后接着就一记劲踢，这球就直飞数丈就飞回去了。这段记载可是全世界这个关于女子踢球的最早的记录了。你想想，那时候那女的啊，这球都踢的，按理说那时候你知道唐代可是天足啊，咱后来缠足是宋代以后的事儿了。唐代那女的脚都长得大啊，这个没有受过那种摧残。宋代以后，女子不怎么踢球，也跟缠足有关。所以唐代的时候，这个女子踢足球应该说是还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元代戏剧家啊，四大戏剧家有关汉卿吧，写过一个叫《女校尉》啊，他说的就是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体大温柔，这是中间的一段词儿。你从这个这段这个唱词上，你就知道。这个女子踢球还是一个很风流的事情。唐代以后啊，到了宋代以后呢，它这个踢球的踢法当中呢，它的表演性和娱乐性的内容就大大增加了，这就坏了。因为它的娱乐性的增加呢，这个人呐，他就不讲究竞争，就讲究讨好别人。我们今天啊，你看，凡是带有娱乐色彩的运动啊，它主要讨好观看者，它不是为自己娱乐，是为了娱乐大家。所以我们的足球到了宋代以后呢，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小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绘画，比如有宋太祖的蹴鞠图啊，他当时就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呢，跟他弟弟赵光义还有宰相赵普几个人呢一起蹴鞠嬉戏的场景。那么你看，当时的这个皇上都那么喜欢啊，这个踢球可见啊，民间一定会喜欢。上有所爱，下必甚焉，这是一句古话。只要皇上喜欢的事，底下没有人不喜欢。那么到了北宋的末年啊，宋徽宗更就是一足球迷啊，《水浒传》中对这个有一个很经典的一段描写啊，有一个桥段就是说呢，高俅就是因为能踢这个一脚好球，他球能踢成什么样呢？就能让这球啊像吊胶一样粘在自个儿身上，所以就得了宋徽宗的这个赏识，最后当上了高官。那么这个我想啊，这个踢球的这个技法呀，很多是天生的，是一种感受。我们今天呢，去看到一些这个
小的视频啊，看到一些著名的运动员踢球的时候，确实是一个享受。这个球是圆的呀。我们不管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我们个人的技能都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些专业的运动员，人家的技能我们只能看着的份儿，所以看也是一种欣赏。宋代时候呢，他踢球他有那种单球门的啊，所以他叫柱球，在比赛场的中间呢，上方拉起一个高高的球网啊，中间呢有一个洞，这个洞叫什么呢？叫风流眼。这个洞就是球门，但是很小，只有这么大，所以你想踢过去也没那么容易啊。这个当时由于这个足球的非常普及呢，它在民间就专门就出现了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社团啊。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群众团体。它这个社团特有意思，它有名儿啊，这名儿都载入史册。它叫什么社呢？它叫齐云社啊，不是德云社啊，就是齐云社，比德云社还高。他们能把这个球踢得高飞入云，与云齐平，所以叫齐云社啊。这个足球啊是圆的，所以呢，这个齐云社呢又称为圆社。齐云社的会员们呢又称为圆友。你像我们现在德云社的那个会员都称之为什么呢？钢丝儿是吧？钢丝儿。所以要入齐云社啊，就是当年在宋代，你要想这个进入这个齐云社这组织，你比今天进德云社还麻烦呢。要拜师，给师傅送礼或者送钱，然后呢还要送靴袜。你知道过去啊，人的这个财产跟今天不太一样。今天我送你双球鞋算什么呀？和过去送双鞋，那鞋挺贵的，然后还要去设酒席。宋代人生活很好啊，就是那种生活状态非常悠闲散淡。所以呢，这些新人一进来呢，就是新人会或者说员会。对这个齐云社里的人统称为各位都是缘友。这齐云社呢，他还定了好多规矩。他这规矩呢，从这个蹴鞠的技艺啊，到比赛规则、运动服装乃至运动道德，无所不包啊。比如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出场要添气，中场要少水，末场要打散啊。这什么意思呢？是指啊，出场你新来的人要把这球给我把气吹足啊。哎，你说这事儿不简单吗？这事儿还真麻烦啊！你没吹过，我吹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球啊，那时候踢足球的机会并不多，但打篮球的机会多。那篮球呢，如果有点慢撒气呢，你就是去打球的时候还带着一气针啊，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说你买一气筒就揣两下就完了吗？没有。那么你去打气，这专门到那个能打气的地方去打，那麻烦，所以就带一气针。带一气针呢，就是打球的时候觉得这个球气不足了，往上一插，把这气针往里一插，然后那一节管子使劲的吹。吹球的时候啊，你这满肚子气儿是吹不出去的，你身上有多大劲儿你使不上。你最累的不是浑身啊，是你这腮帮子。吹完了以后，这腮帮子酸半天，吹的实在吹不动，就是手里把那软管一捏，直接给别人拿着吹。那时候年轻啊，你小孩也不懂得干净脏，所有人都拿那管来回来去的吹啊，吹足了把这针一拔，又开始玩，玩的不行的时候再扎上再继续吹，反正玩一天吹一天。所以这吹气我是吹过啊，就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所以一定让新人干这个事儿，都是老人欺负新人，这是一铁律，古今中外都一样啊。中场为什么要少水呢？他那球场不像现在球场都是草地，你没这事儿。过去那球场都是土场子，就是踢到一定程度呢，浮土太大了，暴土狼烟的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就少上水，就淋一点水，让它这个压沉。末场为什么要打散呢？就是最后你要收拾这残局，别人踢完了扬长而去，该洗澡洗澡，该喝酒喝酒去了，您呢得把这些地方该收拾的都收拾。所以这就是包括把球放了气啊，把气放了以后把球收起来，这就是当时齐云社的这个规矩。这种规矩呢，其实他都把它这个套成了行动准则。比如他有10紧要，什么叫10紧要？就是10条规矩，10条最要紧的规矩。他怎么说呢？他说，首先你要和气，是吧？什么要温良呢？要尊重呢？要谦让呢？要精神等等等等一大堆啊，这要的，这是10条啊最重要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10戒，就是
十戒也很厉害，它叫十禁戒，就10件事你不能干啊。它比猪八戒还多2戒呢，猪八戒才8戒。你像踢球这10戒，禁什么呢？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等等。你想，他说还戒猖狂啊，戒酒色。戒多言就是你少跟我啰嗦。踢球的时候，有时候球踢得很冲突，但是嘴巴，哎，别再挑衅，就不会出事儿。如果球踢得不怎么样，那嘴巴老挑衅，很容易打架。所以人说了，你这个啊，不能多说。那戒赌博你都不用说，今天全世界都这个打击踢球的人，这个按理下注啊，就是踢黑球啊。我们前些年还处理过很多人。那么还有呢，这个他在这个不义踢球呢，还有一些禁忌，叫10不踢啊。什么叫10不踢呢？就是什么时候不能踢球呢？比如他说，宴席前、饮食后。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尽管踢完球以后呢，不能马上去吃饭，要休息一会儿。那你吃完饭也不能马上去踢啊。比如他说，有风雨的时候也不要踢啊。心不暇，就是你心里老有事儿，也不适合去踢啊。他就讲了，你看啊，有提倡的，有禁忌的，有这个不允许的等等，它都是10个10个的。那么宋代呢，很多城市都设有了这种骑云社啊，所以这种园友们啊，踢球的人可以走到各方的切磋技艺啊，这就是当时的所谓的壮案。对来访者的蹴鞠的技艺呢进行这个测验啊，你说你身怀绝技，那没关系啊，你把你的技术水平给我们展现出来，这就得跟当地的这些球友们呢比赛啊，切磋技艺。当时的这种测试啊，就是说壮案的标准很高，比如他要求你用脚啊，左右脚各连续颠100下。我觉得今天啊，如果按这标准，好多人根本都考不进去这个球队啊，就是左脚颠100下，右脚颠100下，双脚之间不得相杂。什么意思？就这一只脚啊，颠100下以后扔给这只脚颠100下，不能你想哪个脚就哪个脚，那你太轻省了。球呢还得要求颠得平稳，不得忽高忽低。我们都颠过这球啊，你要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你可能还能颠几下。你要说完全要求一个高度，你一般人没这技术。如果你一次测试不成的话，那怎么办呢？说再给你2次机会，如果3次你都失败，对不起，您就回去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半天，说呀，中国古代足球从汉代起到唐代发展到宋代这么热闹，它什么时候怎么今儿就不成了呢？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成，因为中国古代足球呢，从社会提倡到技法是一路下滑的。明代以后，这足球就衰落了。明太祖啊，朱元璋，他有好多古怪的规定啊，比如他防止军人沉溺于这个娱乐当中涣散斗志，他就说整纪军纪啊，说在京的这个军官军人啊，不能学唱戏啊，不能下棋啊，这个不能踢球。那怎么惩治呢？就是你唱戏，我就割了你的舌头，是吧？你下棋，我就切了你的手啊！你踢球，我就断了你的脚啊！就确实历史上就有这种人啊。我过去写那个辞职文的那本书的时候，我查过当时这个明代戏剧资料。朱元璋时期，那唱戏唱错一句台词就把上唇啊，连舌头带上唇都割了去，所以特恐怖。这军人啊，确实有人去忍不住踢了球，最后就被剁了脚。你想想哈，那全家还得给发配到边疆云南去。你想想，这如果一个人啊，一军人当时唱一段戏，下一盘棋，再踢一场足球回来，你算舌头也没了，手也没了，脚也没了，这人就完蛋了。所以当时对这个足球的限制啊，非常的严。但是由于你这种限制呢，那很多人就算了，就不踢了。再加上这个其他运动的兴起，所以足球逐渐衰落。到了清代以后，足球就基本上没什么声息了，因为清代是满族人入关，满族人最喜欢的一个事儿叫溜冰。他为什么喜欢溜冰呢？是因为他们家乡那儿特冷，冷的时间特别长，东北半年都能溜冰，所以溜冰有速度感啊。所以他就提倡
这个打冰球，他说他跟那个冰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上打的冰球不一样，他是把溜冰呢和足球结合起来，他发明了一种运动叫冰上蹴鞠之系，啊，他当时也把它作为他的禁卫军的训练内容啊，因为这个冰上的行进速度是很快的，在冬季的时候，调兵遣将还是很有优势的。那么你想，统治者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呢，所以这个中国的足球在明清两代逐渐就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这个足球，你知道他为了找这都拍成李少红拍成电影了吗？他为了找这个体验呢，他真的到这个澳门试了2手，对吧？试了好几手，输了4万多块钱。上了瘾吗？没有。但是咱们杨老师体验一圈之后得出的结论特正，就是说凡是沉迷赌博的，绝对没一个好下场。是。这是你的认知，没错。任何一种你沉迷的，比如说你吸毒也好，只要上瘾的东西，都是没什么好下场。他在书里边就说呀，他说他最先是听见好多男的们、老板们就聊天我跟您有共同的这个见闻，就是，哎，马爷，你说为什么都说赢的？这我一直就不太理解。你比如说，我要跟朋友们在一起啊，我会说我比较惨的事儿，博大家一乐嘛，就是失败。但是真的就是我的太多的，就是说平常饭局上听他们聊的，有的时候是动摇我这个认识，就说是不是真有老赢的？因为我听见的净是说这赢30万，赢几十，是所有的赌博的人都说赢的不说输的。如果他有1次赢的经历，他一定还陪着有2次输的经历，他不会去说。而且赢的时候会兴奋嘛。我也碰到过很多赌徒，就是有人一辈子，就我跟儿子就说过这话，我说2个事儿不能沾，因为当年他自个儿出去嘛，一个赌一个赌，这俩事儿是我让你染上就终身不幸福，啊，这个是不能试的。哎，玩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说你剖析这个心理哈，他为什么男的这个赌徒，他爱吹这个赢的呢？就男的爱吹，他那个失恋他也谈得少嘛，他老谈他怎么追上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对，那男人都挺虚荣，而且赢的那种快感肯定是让他一直记忆犹深。对，他在里边有句话，我记得说赢的那种满足感和那种自豪感，怎么都输不去。对。我原来看过一个书，然后它是后来被拍成电影，叫 Molly's Game。然后这个 Molly 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组织地下牌局的一个组织者，她是一个女的，然后她就组织所有的这个上流社会、电影明星、大老板、俄罗斯黑帮赌局都是她组的。然后那书里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她形容有一个男明星特别爱赌，他就说你为什么这么爱赌？他说我不是爱赌，我是喜欢摧毁别人。所以我觉得本身愿意上牌桌的人，他就有一定的这个侵略性或者是攻击性，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爱那种赢的感觉，是那种我摧毁了别人的感觉啊。我觉得愿意上赌桌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吧，或者沉迷那个赌桌的人，那么性格里有特殊之处吗？你觉得？我觉得一个是我的推测是非常大胆的，可能也挺得罪人的。我觉得西方的那个赌徒里边哈，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一看见，我觉得这赌徒吧，你看上去就挺像魑魅魍魉的，就感觉就是那样，就扫下来的社会上扫下来的社会渣子。对，然后那个我在这边看吧，就是我讲的妈阁，就是那个澳门吧，你看那一个一个都是你一看上去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来这儿，然后我就觉得你都成功了，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你不在那边对吧？你那张大赌台多好啊！你都成功了，那这些人都是几亿的。那时候当时我听见几亿，我是13年、14年开始调查这件事儿。哎，我心想他都几个亿了，他还来这儿干嘛？后来我一想，也对，他要输掉不也没什么吧？不，但是真有输掉2-3个亿的，一晚上，就有输到这一生的事业就付之东流了，对，甚至这个人就走路了嘛，对啊，就消失了，这个人就没了。就说这谁，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朋友，他帮我，他是个点马仔，他说这个我要跑路之前，他有一些特征什么特征？一些特征就是说啊，我这个楼盘怎么着就特别忙，特别火，然后过一阵子常常就掐电话，就
要么就是不接，要么就接一半就赶快就是说有事儿了什么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特别明显的就是，不开机，你找不着人了。对，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并不是中国人赌性特别强哈，其实你看那个韩国人的那个他们设计的这种 pachinko machine 那种 game 对吧？它也是像日本人，还有印度尼西亚对吧？还有马来西亚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特别的紧缺，就是在一个人挤人的地方，它有一种危机感和焦灼感，就对于怎么样。就是说什么时候饥荒会发生？因为我们过去的饥荒发生的频率特别高，这其实都沉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就是亚洲男人的那种焦灼感，就是说我一旦不是这种一笔横财来，我就没机会了。所以他对这个刹那间就发财的这种梦想。这个梦想已经是我觉得是从很多年很多代延续到我们现在。虽然这些人都已经发财了，实际上在中国的发财经历，很多人都是暴富的，对吧？是，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如果你说一个像很多人他是一辈子他可以发财，有像中国人这几十年或者10年当中，他刹那之间玩金融的，就是上市一下子，对吧？就很多时候他给人，甚至就是说他在赌桌上这样一个，就是最符号化的他们本身的这种梦想，所以我就能理解，我就不理解，你知道吧？我亲眼见过，就是你很难理解一个人辛辛苦苦创业一辈子挣了20个亿，比方说，就是扔给澳门了。那么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是傻子。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前些年判了一个贪官，好像是一个湖南的。你说这个哥们打什么主意啊？拿着公家的钱1个亿，他想着我去了那儿1把1个亿回来，照样还到公家账上。我就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我跟这个就是愚蠢，这个很简单哈。你刚才说这个歌林说这个欧洲人、美国人赌性都一样，其实不一样。我跟你讲啊，很简单，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禁赌。如果中国开放赌场，它绝对不是日本，绝对不是韩国。他倾家荡产的人有的是，越货杀人的有的是所以为什么国家禁赌这么大力量，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你再看啊，我们除赌博以外，你去看期货，中国市场有很多人为此自杀。就前一阵子有好多人什么弄那个比特币杠杆放大100倍去弄，那就是赌博。那有什么？那就是赌博。赌博完了以后，他拿命比这事儿。过去赌博把老婆点上去的事儿有的是，孩子都卖了去赌博。所以你知道乾隆当年赌博就是下那双陆棋，那么乾隆时期下那双陆棋，全国赌，那皇上就说，最后皇上没法去辨识这个事儿就是说谁赌谁不赌，就是谁下这棋我就杀谁，你就甭跟我赌，因为一赌社会就非常的混乱。这个歌林老师，你有个分析可以讲讲，就是他觉得是不是东方人有点偏感性？这个感性跟赌性是不是有点关系？对，我觉得是我们这长处是悟性悟性灵感。对，啪一下子悟到一个东西，在长期的一个好像是没有沉思这件事，啪悟到一个事儿，对吧？他特别赞赏这样的一种。它不是靠每一步非常坚实的推理出来的一个，对吧？一种结果，一种判断。他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跟他们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就是信仰可能是不同的。所以还有呢，我觉得我刚才没说完我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哪个国家它的贫穷的人越多，而且这个聚财敛富的机会越少，他越会去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人特别多，然后呢，饥荒在历朝历代发生的特别频繁。然后一个男人他这个作为一个 provider， 他就做一个赚面包的人，对吧？他就是一个。非得就是你看2场战争之间只有这么点缝儿就他因为他的潜意识里知道下一场灾难会来得非常快，他要在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发财，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民族潜意识，我这样合理化他们，就是说这不是我们比人家就是理性发展的更不健全一些，应该说就是说为什么形成这种文化，一定是有民族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基础，对吧？我就觉得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个。我在读这个扶桑的史料的时候，就是华人当年华工卖到那边去，他们做10年才能够有一次挣够了钱，付得起这个船票，回家去生一次孩子，或者去结一个婚，然后去盖一个碉楼，对吧？就是他们就存10年的钱才够干这么回家一趟的，那就在。他那个大船下面全部是赌场，就是底舱全是赌场，他们就把钱全部通通输光，然后到了那边连就剩下一个短裤在身上，衣服裤子统统输光。那回家干嘛来了？那么他就没法上岸，没脸上岸，对吧？然后岸上都是他们的家人啊、母亲啊、妻子啊，他们就掉头就跟着船就回去了。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傻？但是你知道，你跟这些赌徒去谈话的时候，他告诉你，他说我那一手我都有感觉，我那一手我就是我这就没跟着我这感觉走，我就怎么着了？他老觉得他是一种必然被他这个偶然给打败了，他应该必然他是会赢的。就很多人买股票卖股票也是这样说，我觉得这个股票就怎么着，他讲的很有道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所有买股票的人，他不像就是这种股票市场非常成熟的吧，股民心理非常健康成熟的吧，他是知道蓝筹应该有多少，对吧？这个高技科技应该有多少，还有你多大岁数，对吧？你可以多少是放在这个股票里，多少放在存款里，多少放在房产里，多少放在什么退休账户里，就是它这个盘子要根据你自己的岁数，赌的成分要越来越少，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那种你要越来越少，对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教育，你知道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公公哈，就是他是个美国人，他是个教授，他那时候是70岁，他说他问他那股票怎么样了日子，我还买什么股票？我现在连根青香蕉都不买了，我等不及它黄了。他说，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越到岁数大，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大妈大爷，他们还在玩那个风险特别高的那个，所以什么暴雷啊，什么 P2P 啊都会，那就是赌博呀，对吧？对，所以说咱们就没有这种瘾啊。它这个瘾啊，它肯定是不是跟心理有关？你进去过，你见过那些人啊？就是说你写的眼睛是绿的嘛，是吧？哎，我会觉得就是输赢之际啊，那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啊。他是不是这种东西忽悠一下子，你能体会到高血压了？那家伙，那就尤其是那些贵宾厅这些大赌的，你想想，你说到最后他是像毒瘾一样吗？他是一种，他在精神上你觉得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嗨呀！肯定是他在赢的那种，他在进入那种全部的那种肾上腺素都被调动起来那种嗨点。那输不是沉入深渊了吗？但是他在那书里肯定他认为的那理论上也包含着赢，对吧？他这个任何一步都包含着赢，这赢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被他们放大了很多的，然后这个可能性就让他嗨。对吧？所以很多人你说这抽烟也好，什么吸毒也好，它本身有实际作用吗？没有啊，它就是让你这个人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点高的不得了，这种人忽然出现了另外一种生命状态。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赢了，就赢了很多钱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比一点一点爬格子什么，你天天去演戏那样，因为这是一种主宰的眷顾，这是一种高于你的一种主宰的眷顾。觉得你是特殊的被选中的人，对，是在跟命运打牌。对，这一种命定，他看到了一种命定的东西，所以这就更让他觉得不能自己更嗨。而且你像他这个就是女性作家啊，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她这体验生活，我发现你嗅觉很灵敏啊，对，他还老觉得周围人的味儿不好闻，就赌徒身上的味儿不好，为什么不好闻？
因为很多人他在那儿吧，我觉得他在一个人很贪婪的时候，那种荷尔蒙是有种贪婪的荷尔蒙，我天，很臭，你知道吗？我以后得离你远点。那个，而且他们都不去也没刷，也不洗澡，也在那过了一夜了，然后胃里也没有东西，而且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消化，又再反出来，然后汗的味道，然后加上那个各种味道，哎呦。我的话原话，哟，你们都快招苍蝇了，那个感觉。我天！所以呢，很多赌徒都是男的，但是我觉得你写的角色啊，你写的系列小说，这个塑造的女性角色，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爱情的赌徒是吗？不是，那你说这个，你看啊，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很多女性啊，都是那种怎么说，比男人强，你明白吗？但是呢。还得包容着男人，但是呢，这个还得控制着男人，而且就是似乎比男人自己还更了解男人，好像就是这种，有种特别狠呐、特别韧呐、百折不挠的有那么一个劲儿。我对自己就挺狠的。你想他那个能够留学，上学修5门课，然后还要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好家伙，失眠30年，是吧？哎，最后成这么一个作家，这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甚至还会有人说是这个你描写的这个女性啊，到底该怎么看呢？是说这个女性应该这个包容着男性，照顾着男性，甚至纵容着男性呢，还是？就是有些人还会甚至会觉得你写的女性让他们觉得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这样，对男的太好了，是吧？对，你有这感觉吗？有吗？我不知道呀。我觉得我的这些是的，我的女性都不跟男的一般见识。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跟男的一般见识。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是改变不了的，很多的只能让你自己显得很讨厌，看上去很讨厌，不是看上去很美丽哈，看上去很讨厌的人我是不做的，对吧？我老跟我的朋友说，你看你这个股票你就别这么弄了，对吧？然后讲不听，我觉得我都是多讲调的，上海人叫都讲特，那就不能讲的不，所以男女之间和女之间。成人和孩子之间很多话你都是多讲调的，不用讲的，因为很多事情你讲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现在也就这个态度，关键的几件事讲一讲，是吧？其他事不讲，跟我的先生也是不讲，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明白，他要是能意识到，他就意识到了。如果意识不到呢，讲了你就会显得自己很讨厌。我不愿意做一个讨厌的人嘛，那叫英文叫 nagging， 一个 nagging 的一个女人，一个就是一个唠唠叨叨的，对，很讨厌，对吧？所以就我大概10年前采访过严歌苓老师，也算是对话吧。然后我当时问您，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有没有发生变化。我当时问严歌苓老师说，最喜欢的，或者说最崇拜的，或者最推崇的女性是谁？然后他给我一个特别诧异的答案，他说是希拉里。就您当时说是希拉里，然后我就特别诧异。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什么奥黛丽·赫本的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女的，就是很女性化的这种，但是他当时就是很欣赏希拉里的这种雌雄同体也好，或者他身上有很 tough 的一面。对，我现在肯定变了。那个时候正好希拉里到那个到我见了她一次，但是她虽然是一个就是女性非常有谋略的，非常有这个就是大面上对她的丈夫的那种出轨也是做得非常大样的哈，就是一种大女人吧。但是我看到她的那种疲惫和柔弱的东西，就因为很近距离的吧，那我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她得就是使着多大的劲，就内伤多少，她才能够达到她今天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是吧？所以我就觉得真不容易。但现在不会了，是吗？现在不会了。我对严老师的理解啊，我觉得她是那种啊，是不是也是从小太漂亮了？我发现有的时候从小很美啊，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女孩啊，她也自然的会产生一种啊要好啊，就说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最优秀，
你把我就是要好要强。哎，有些人相反，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给好那人，就是你不管把什么环境条件给他做出的都是最恶劣的一种、最烂的一种反应。你像他，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这个就是勤奋，对吧？什么事儿就是靠着自己这个苦啊，吃苦啊，也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拿下。啊，写小说啊，写小说的同时呢，我还要给这个老公给女儿做每一顿晚饭，对吧？我要做什么都要做到好，哎，我要凭写小说能够养家活口，就对自己，哎，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人。那我可恶的时候你也有的哦，说一说。这种可恶的时候，我希望越来越少吧。那也就是唠叨，这就是女人要学会不断的成长嘛。虽然是我这个岁数了，但是你还得成长啊，要不然的话，就其实呢，我觉得我呢是从小当兵，就是当兵我们是吃了很多苦的，啊，从早上6点钟起床跑操，我是4点半起来就练私功。所以就这种时候，就这么一段生活，已经成了就是穿过红舞鞋的人，就穿上去就脱不下来的是吧？所以，但是我觉得创作跟我过去跳舞比起来，那就省事儿太多了。这种苦是一种你能不能寂寞啊，能不能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应该说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儿。哎，但是你知道。你这样的就算女强人嘛，真够强的啊！她实际上强人吧，我就要强，但是要强，要强。你意味着一种什么？我呀，做妻子也要做得响当当，做母亲也要做得到位，做作家我要写出最好的、最能表现我自己的小说，就是我门都要全能。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些女人来说，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负担加在了女性身上？哎，比方说。老公为什么不能帮我做家庭妇男，对吧？比方说，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女人，我要把自己要求全方位都做到这么好呢？为什么男人不承担更多的呢？就是我觉得男人其实在帮你的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老公他是我要出门，他先把这个地址什么弄好，然后搁在那儿，但是我包他就搁在我的包上。他也说啊，你那个地址就在那儿，但是我包一拿，那个地址就给我扔了，对吧？然后到马路上就打电话着急说，你说你在哪儿？就是这种说不去了，我不去了，就使性子都会发生的。有多大的强，就有多大的弱，一定是配好的。就是我有一句话叫喜欢自己还不喜欢自己。我今天做的这个人，这个严歌苓这个人做的招我自己喜欢吗？不找我自己喜欢，这一天晚上我说我就很不高兴。你知道这一代人呢，我们这代人跟下面这一代人完全的不同。我们所有的人的潜意识或者意识中呢，都很清晰，就是你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定是你的努力，对不对？不可以白来。今天有很多人是白来，比如。我们不是说富二代这个群体，他富二代本身是白来的，他爹给他。我们这代人没有一个人是爹给的啊，你爹是作家也没给你什么，对吧？他不可以给你任何关系。然后你的努力的，你的所有的努力的成功呢，在当时的社会的那么狭窄的竞争渠道中呢，每个人都是非凡的努力。他不像今天他会偶然的成功，比如一些网红突然弄个什么事儿一下就红了或什么，这个都没有的。我们那代人里没这个事儿。所以呢，她其实你老说她一个女性的这个身份啊，她女性只是个身份，但她不是一个固有的身份，男性也是这样。所以她想获得这个社会成功呢，她只有一个办法，就叫付出。只不过女性比男人更困难一点呢，就照顾得多。你比如你刚才一说就是母亲、女人什么，男人就是男人，他就没有说你说一个男人，你在说他父亲吗？他就没这个角色。他尽管是个父亲，也没人要求他这个角色。但女人就要求这个角色，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女人成功就相对我们那一代人里比男人要少很多，也是这个原因。受教育程度是普遍的，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普遍受教育，就是说
有1万个男人受教育，就有1万个女人受教育。但是1万个男人他出来能成功，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和1万个女人中比较起来，还是女人少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严歌苓老师挺可贵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也不排斥其他的这种作为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也不排斥谈到这种社会角色。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不太喜欢的有一类就是说的女强人也好，或者女要强人也好，就是他们树立自己的强是通过贬损另外一半树立起来的，就是觉得就是他们的强是把这个对象就变为一种没有用的人，或者是小奶狗也好，或者什么的，就把它作为一种伴侣动物或者是一种宠物动物，它通过贬损另外一半的能力和社会属性来建立说，你看我是多么强，多么能干，多么的全能。就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去塑造这种对立。你看哈，就是严老师呢，我觉得啊，他是自己要求对自己要做到自己满意，他是一个自为标准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哎，你说跳舞的，其实我觉得很多跳舞的女孩啊，她很难避免被别人评判。就这个，我觉得影响一辈子的。就是我在想，跟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从小，那谁跳这个什么中间的位置，谁跳前排，完全是老师就说了算啊。就是你从小是一个被挑选的，不管你多努力，最终是他说他跳到这儿就在这儿啊。那么你现在你推而广之啊，很多这个女性啊，她所谓的这个要好，你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有一个13岁的一个外国女孩在 YouTube 上，她因为她的父母就是可能经常说你长得不好看，她不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她就把自己弄在 YouTube 上，她让全球的这个人就说你们说我长得好看不好看。结果好像有1万多个说的特难听的这个话，他就备受打击。哎，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特别受这个周围的评判的这种影响？对，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你要做这个审美的客体，还是做审美的主体，对吧？就是你这个很多的漂亮女孩子或者就是跳舞的小姑娘哈，她都是在审美的客体的这个位置上，就非常被动，你知道吗？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行为啊什么，要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公有这么喜欢别人的事儿，就我不能表现出嫉妒，对吧？就是我觉得嫉妒这件事儿很丑恶，很俗气。我看见我妈妈表现嫉妒的时候，她就不可爱了，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得干这么一件事儿，就不能表现嫉妒，结果也是很害我自己的。对呀，因为那个老公我以前的老公就认为你看你不没事儿吗？怎么就突然又有事儿了呢？对吧？所以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前辈人，对吧？他们的伤害或者他们的这种不足吧，使我矫枉过正。实际上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你现在会表现出你觉得这个原来觉得排斥的一面吗？就是说应该真实，对吧？就是自己的这种你的这个水平在哪里？你就做人总是有个水平嘛，对吧？你做人做得很烂，水平很低，对吧？做女人做得很烂，你也就是水平很低的一个人。那就是说老想把自己拔高到那个水平，你根本达不到，对吧？你能做到就是你的老公有喜欢别的女人，你完全就是一个淡然的那种态度，做不到就别装，是吧？就是我装多了呢，就不行了，对吧？那就最后的伤害就是这种不真实的，对吧？就是这种不诚实，实际上是还是不够诚实嘛。对自己的这个，你不能克制，为什么不一定克制就是好呢？对吧？所以那不诚实也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审美的客体嘛，就是你觉得是有一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行为属性。哎，我都说这个男女现在都平等嘛，但说实在的，我觉得还真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都是受过去的影响走到今天的人，就是这个打分机制。有的女孩子就说我们好像这个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打分，在不同的圈子、不同的单位。好像就是这件事儿对于女孩子来讲，
似乎变得特别大的这重要，甚至有人都统计出来说，我一辈子要被打60万次分儿，就是你比如说有点自恋了，你体面60万，你体面不体面，或者说你做的这个合不合仪态，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能力，包括你的模样，很多时候女孩之间，她也是有一个这个打分的机制在互相看对方。哎，你好像就摆脱了。